咱活了大半輩子，沒見過直接把腦袋往咱刀口上送的，這是嫌咱的刀不夠快。毛隼，親自去一趟雁門縣，把那個叫劉凱的知縣給咱刺死，給咱凌遲，刮得碎碎的。臣遵旨。一個知縣在雁門縣3年就能攤出100萬，還不趕緊把東西拿出去！皇後娘娘，皇後娘娘饒命啊！什麼折子？一個边关7品县官貪墨100萬，你這婆娘怎麼回事？不在坤宁宮待着，跑來幹嘛？从八，你没看出來這奏折有問題嗎？你這婆娘，老子的耳朵啊！雁門縣是兵家重镇，連恢復民生的江南都比不上。他一個知縣在那兒當3年就能攤出100萬。是啊，他得有多大的通天手段，才能在窮鄉僻壤攤出100萬臧銀？你的意思是，這個劉凱根本不是在自首求死，而是別有用心？事關朝政，臣妾不便多言。咱明白了。他一個邊關7品根本無法直通天星，所以才用這種極端手法引起咱的注意。這份奏折最先送往的是中書省，第一個看到的人是胡惟庸。淮西勳貴現在瘋狂籠絡地方官，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種死局下還敢拒絕淮西橄欖堡的人，必定是一片擔心。還是妹子細心，他不趨炎附勢，這是絕世忠臣吶！咱差點就錯殺良臣。大明立國才6年，皇位還沒受穩，你這生殺大權千萬不能濫用。對，咱這就派人暗查。你是不是已經把殺手派出门了？妹子，你先听我说。哎呦，你这婆娘怎麼跟母夜叉似的？她還沒走遠，來得及。前面那個金甲將軍毛英，給老子站住！劉凱，咱倒要親自去雁門縣看看，你到底是個什麼妖孽！你老爺夫人，你們沒事吧？這是什麼地方？重八，我問清楚了，這條路叫馬路，全是知縣劉凱主持修建的。你差點錯殺了一個100年不遇的治世金才。這些護衛體格一致，走路時四處打量馬匹，騎的全是軍中戰馬。立刻通報劉大人，疑似北原探子假扮商團刺探軍情。大人，特工大隊發現疑似北原探馬，張王等待。是。這也太黑了，單騎1匹馬就要2兩銀子，咱們這馬車直接挨宰50兩。那幾車蜀錦，他按價值狠狠抽走500兩。這筆巨款，絕大部分肯定進了他劉凱的私人藥包。咱算是看走眼了，還以為他是個好官，修這條路純粹是為了公開攔路打劫，還讓女人拋頭露面當收費員，成何體統？女人怎麼了？能靠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總比去青樓強。不交過路費，誰來路？滿地的牛馬糞便，誰來清掃？更何況這還能解決無數百姓的生計。等等，既然收費這麼黑，那些外地商旅憑什麼上趕着送錢？說明這些商人在雁門縣賺到的真金白銀，絕對遠遠超出這點過路費。老爺夫人，這城裡修的竟比大唐長安還要氣派。人車分離，應天府每年都有數十人死於車禍，這等巧奪天工的設計，這劉凱確實是個極富巧思的奇才。老爺，您看這雁門縣多繁華呀！老爺您看，這過路費顯然是沒進他劉凱的私人口袋啊，全都砸在這城裡了。大明百廢待興，咱正需要劉凱這樣有膽有勢的實幹派，去朝堂上死死鉗制胡惟庸那幫淮西權貴。大明律法嚴禁私宰耕牛，這裡不僅光明正大的以牛肉為主打，還提供夏日免費冰飲。走，咱們也去光顧一下劉大人的生意。老爺，外面巡街衙役說占道停车要罰款，說必須得找個叫停車庫的地方。哎，老爺，您別生氣，我們這兒就給您挪。你們店都有什麼招牌菜？秘制烤和牛、牛骨清湯、干炒牛橙、就撒汁德赛牛百院打牛百院党的反干撒牛百院赛牛百牛和牛和令血毒肥大死宁党的电色面筋。你们这些牛全是從鄉下收來的病死牛、老死牛吧？客官，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亂說。
我们賣的全是現宰的健康好牛，絕對對得起您的銀子。幾位儘管放心吃，保證沒人敢來抓。因為咱們店的真正大老闆，就是咱們縣老爺劉凱劉大人。好一個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好官！健壯耕牛是農之根本，別說公開買賣，偷偷宰砸也是死罪。他有幾個腦袋夠砍？大老爺，按我們大人的原話，您這種人，純粹就是當朝皇帝的腦殘粉。陛下的腦殘粉怎麼了？當今陛下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我以當他的腦殘粉為榮。您說的對，我們劉大人也常教導大家，當今陛下驅逐韃虜，讓中原百姓免受欺凌，絕對能名垂青史。哼，小哥，既然你們大人敬重皇上，為何還要明知故犯？你們食客量驚人，一個月少說耗費30牛，這麼多健壯的牛，到底從何而來？還是這位夫人會聊天。咱們能吃牛自有，全賴劉大人的獨家為官之道。什麼道？千里當官，只為發財。當年大人剛來，雁門窮得叮當響，大人直接把10里8鄉的主事人拉到縣衙，當眾拍桌子說：“老子是來發財的，可你們太窮了，老子沒法貪。”大人定下規矩，必須把雁門變成寶地，只有百姓過上好日子，他才能跟着發大財。只要能讓我們活命，誰管他貪不貪？比起沽名釣譽的清官，大夥就認他這個貪官。至於這牛肉，全出租我家大人私人的牧場，跟農戶耕牛半點關係沒有。私人牧場在何處？還有，你們街邊十字路口的望樓，那可是標準的軍用建築，又是怎麼回事？唉，朱元璋那老小子的賜死聖主怎麼還沒到？算算日子，我都該頭七回魂回到現代享清福了啊！大人，包廂那群人打探軍用望樓位置，已基本認定為北元探子，請指示。尤其是那個富商打扮的老爺，氣場極度危險。老子可以等死，但絕不容忍北元蠻子在我的地盤撒野，立即逮捕，全部押去勞改甄別，一個都不許放跑。貪官無力，這就出城調兵，把這劉凱碎屍萬段不可。第一，凡參加過抗元戰爭者，免費入住。第二，子嗣為抗擊北元犧牲者，免費入住。第三，子嗣為建設雁門傷亡者，免費入住。太平本是將軍地，不許將軍見太平。毛三，記住咱現在的話，回去之後，咱也要在整個大明搞這種養濟院，不僅給老者養老，還要搞免費公墓。當年咱爹娘屍體快爛在家裡，連方寸入土之地都沒有。要不是六哥給塊薄地，咱只能看着爹娘被老鼠啃。咱絕望過，絕不能讓咱的子民再絕望。看來老爺是贊同他這貪財為民的為官之道了。絕不可能，咱與貪官不共戴天。他管一縣能用這歪門邪造，若讓他成朝中大員，還能用這法子治天下嗎？走，回酒店，明早咱親自去會會他。立刻從東門繞回縣衙，調集1000弓弩手，把他們入住的酒店給我秘密包圍，一隻蒼蠅也別放出去。終於到了。是呀，可算能鬆口氣了。這等精良的制式裝備，連大明禁軍都沒有，這堪稱恐怖的誤差控制，碾壓大明最高制造餘。劉凱竟敢私自涉足軍政重器，
抓捕起事，拘捕令铁望镇压。你们涉嫌在雁门县境内实施敌特间谍活动，现在正式对你们实施逮捕。大家都把兵器放下，误会，这件事绝对是个误会。哼，有什么話留着到大牢裡去說吧。動手！你們知道老子是誰嗎？要想活命的話，就趕緊給老子鬆開！我告訴你，像你這樣冒充當今陛下的，我們大牢裡起碼已經抓了3個。這件事情確實是誤會，但我們也理解你們寧可抓錯絕不放過的心境，所以我們絕不反抗。可否把他們按2人的枷鎖取下？這女探子心理素質太恐怖了。哼哼，這2人武功強強，帶個枷鎖算什麼？又沒穿他們的琵琶骨。至於你，就不上刑具了，帶走。這都過去多少天了？那幫欽差難道在半路被劫殺了？大人，那一波人已經全部逮捕，正在押往大牢的路上。抓了就按流程辦，明早直接開始勞改甄辯。另外，通知大隊兄弟，這段時間絕不能放鬆。派往北原的弟兄回來了沒有？回大人，除了去王寶和營帳的兄弟，其餘全虛全尾的回來了。但是大人，今天抓的這批探子，跟以往那些蠢貨極其不一樣。仔細說說，怎麼個不一樣法？那2人武功極其高強，而且那個女人不像北原蠻族。把他們3個單獨關在一起，本官倒要親自去聽聽，如此優秀的探子，究竟能吐出什麼驚世駭俗的金玉良言？竟被當成北原細作一鍋端了，奇恥大辱！到處東張西張個什麼勁兒？快點滾過來，報上姓名、年齡籍貫。8848，亳州中林人士。都豎起耳朵聽好，在這裡你們沒有名字，只有衣服上的數字編號。走走走，想活着走出去只有3個辦法：第一，上面查明你們被冤枉；第二，刑滿釋放；第3，橫着死在裡頭。兄弟，你今天賺了多少錢？我今天去的是勞改牧場，足足賺了5文錢呢。磨蹭什麼呢？快點走！想掙錢，明天有的是機會。娘娘，您這到底是為了什麼？堂堂大明開國帝後，非要跑來當着階下之囚？俗話說，虎落平陽被犬欺。如果抓捕的士兵知道了我們的真實身份，面對誅九族的滔天大罪，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直接將錯就錯，殺人滅口。妹子，有你真是咱的福氣，咱全都聽你的。他們故意安排這四下無人的房間，肯定是想在暗處偷聽。我們一定不能暴露身份。大人，當年這大牢的牆壁建得太厚實了，屬下啥也沒聽清啊。這裡守衛森嚴，絕對逃不出去。但是明天我們要去勞改，只要出了這個大牢，我就有辦法。一來實地考察這地方憑什麼能吃上牛肉，二來在返回的路上伺機逃跑。老爺夫人放心，就憑外面那幾個三腳貓的獄卒，根本不可能控制得了我。明天讓特種兵偽裝成押送人員，務必給他們一個終生難忘的驚喜。崇爸，明天無論遇到什麼事，一定要忍住。這劉大人來日誤抓我們，也是在為國家盡心辦事。
我去！这姓马的女人压根不像粗鄙的北原蛮女，明天必须单独会会她。大早上的，到底是谁家在出殡呀？所有囚犯，半刻钟内穿戴整齐，门口扎队排查。到处瞎瞅什么？你们的饭在最里面。又是这群早上吃大肉的家伙，真是羡慕死老子了。眼红个屁！你也可以去申请吃啊！不，马氏分至女子劳改工坊，朱重八、毛崔城西修路工地，带走。你们不用瞎操心，我相信这位手段通天的刘大人，绝对不会故意为难我一个妇道人家。你小子还是太年轻了，这明显是刘凯那个狗官的恶毒安排。他想玩螳螂捕蝉的把戏，却不知道咱贤明的皇后娘娘早就备好了一招黄雀在后。大人，这个女人到底怎么安排？先留着她的性命。我们汉族女子最擅长什么？当然是刺绣了。如此速度，皇家织造局也不过如此。这可是我们刘大人亲自研发的新工艺，叫做流水线。在这里，每个人只需要死死盯住自己负责的那一小块工序，做完直接移交给下一个人就行了。这位沈小姐，可是出自江南富甲一方的沈家，只因父親行贿高官案发遭到滿門牽連，最終被朝廷無情發配到了咱們雁門。當朝皇后仁德愛人，特許天下女子在大婚之日皆可穿戴鳳冠霞帔，所以她現在日夜趕工的正是這件價值連城的昂貴嫁衣。你剛才不是吹噓自己精通繡工嗎？那現在這件嫁衣剩下的刺繡就由你來全部完成。公長，人家大主顧明天上午就要來取貨了，您千萬別拿聲譽開玩笑啊！乾脆讓這位大姐給我打個下手，主繡工還是交給我來拼一把吧。按實際罪名勞改，物盡其用，這個知縣必須報效。難道聖旨的事情真出了什麼紕漏？直接去告訴顧客，根本不需要等到明早，今天下午就可以來取貨。果然有眼線在監視。好，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通天本事。該怎麼對付這個風韻猶存的北原女探子？走，去工地看看那個男探子。主子，
您在这儿受这等非日折磨。你仔细瞧瞧，这些背着重罪的囚犯干着要命的重体力人活，可为什么竟然连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同样是贪官，可偏偏这个刘大人居然从来不扣客帮人的底线待遇。难怪早上能敞开肚皮吃大肉，就是怕大家干活身体发虚，耽误工期。这破青草水虽苦，但硬是管够。最起码，人家刘大人是真的把这些囚犯当成活生生的人在看。比起当年，你他娘的夸刘凯那个狗官也就罢了，替咱老乡造反干什么？還在這兒瞎聊什麼？想吃鞭子偷懶是不？趕緊去把那邊的瀝青抬過來！這是極其珍貴的黑椒油，分明是白花花的銀子。有意思。行了，別撿了，這破東西我們這兒多的是。兄弟，這黑椒油如此價值連城，他們怎麼就跟倒垃圾一樣隨便浪費呢？哼，這你個土包子就有所不知了吧？自從劉大人到任之後，咱們這兒直接就挖出了一座天然瀝青湖。連老天都在幫這個貪官。行了，別瞎打聽了，趕緊幹活去。說不定明天你們就被分配去開採瀝青了。事到如今還敢嘴硬，區一個江南富商哪能練出這種絕景身手？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如此忍辱負重，絕對不是善茬。大人，據特工死盯梢發現，這老東西不停亂打聽機密，還多次用極其犀利的目光死盯着咱們的雁門關。哼，既然這位郭老爺精力如此旺盛，那明天就直接安排他們全部去死命挖鐵礦。本官倒要看看，他這身硬骨頭能忍到什麼時候？北元惡狼正在虎視眈眈，絕不容許內鬼生事。萬里挑一的絕世好馬，他娘的到底是什麼人？拉車的馬匹規格竟然只比咱少了一匹，這恐怖的車廂大小更是直接碾壓了咱的皇帝龍年。到底是什麼狗膽包天的賊子，竟敢僭越乘坐此等逆天規格的車架？一個尋常獄卒，竟能赤手空拳接住毛柱的全力一擊。都給老子雙手抱頭蹲下，找死是不是？都給咱住嘴！咱這小老弟向來是個忠君愛國之人，剛才只是看到那馬車的逆天規格，居然敢超越當今聖上的龍年，這才沒忍住出口罵了一句賊子，造成了誤會。哼，我還以為多大個事兒呢，你一個天天踩縫紉機的重罪勞改犯，竟然還替皇帝老兒操着這份閒心，真他娘的是個皇帝的腦殘粉！散了，幹活去！竟能讓錦衣衛如此恭敬，此事必須立刻匯報給殿下。朱元璋那老小子的賜死聖主怎麼還沒到？剛才那北元探子爆發出來的氣場很強大，連王寶哈都沒有的駭人帝王氣場，必定是一條極其罕見的大魚。
邊境動盪，軍道加急，非常時期，既然摸不清底細，那就繼續讓這條大魚在工地上好好勞改。貪官劉愷，富可敌國，收買民心，你絕對是想舉兵造反！老爺，您當时下旨賜死的時候，這小子可是主動上書求死的呀！哪有人想造反還求死的？這要是在宮裡，自己現在的頭七恐怕都過完了。這件霞帔嫁衣簡直太驚豔了，如此巧夺天工的绝頂繡工，哪怕是比肩宮廷御重品，也絕對绰绰有餘。真是太感謝你們了！哎呦，您太客气了，這都是應該的。這分明是從京城逃亡出來的絕世貴婦。根正苗紅的漢人，出身非富即貴，他究竟為何會跟那兩個疑似北原探子的男人混在一起？不如我們先去会会那两個北原探子。大人，属下以為咱們今晚必須繼續在暗中死死監聽，看看他們究竟是如何串謀的，到時候再做定奪也不遲。記住，無論何時，雁門關不能丟。我父親曾與我說過，李牧將軍是我大於最後一位武安君，也是最不該隕落的武安君。只可惜奸臣當道，陛下昏庸。這個時辰那3個人應該快回牢房了，你立刻去給我死死盯住，聽聽他們到底都說了什麼。遵命。老将軍，末將又來看你了。雖然在漢唐時期，每次出征前我都會來陪你，但每一次，末將都當作是最後一次。因為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出征之後是否還能活着回來。萬萬沒想到，末將這整整10世的無盡輪迴，從這座雁門關開始，最後居然也要在這雁門關徹底終結。按眼下這劍拔弩張的局勢，北原蠻子進犯的鐵蹄，恐怕根本趕不上朱元璋刺死我的屠刀落下的速度。戰友，老將軍，就讓末將最後一次為您打掃這進殿寺。若是下次還有命再來看您，高低得給您帶瓶珍藏的紅酒嘗嘗鮮。吳大人，那一伙被特殊關押的重犯剛剛洗漱完畢，此時絕對還沒睡下。你們去修個破馬路，出行太多親了，怎麼把自己弄得跟個挖煤的黑炭球？別提了，咱現在總算是徹底看明白了，為什麼今天一大早就給咱們端上滿盆的大肥肉，偏偏劉愷這個貪官精明到了骨子裡，他絕對沒有浪費一粒糧食，這是要硬生生把咱們當牲口累死在工地上。不過明早咱還要主動請甬去修路，只要能順着那條軍道走下去，咱就絕對能摸進雁門關的駐軍要塞。重八，你猜我今天在女工房裡都見識了什麼逆天的陣場？哼，無非就是一堆老娘們湊在一起瞎繡花罷了。這個雁門縣的劉大人簡直是個曠世奇才，他竟然在工業製造上搞出了一套駭人聽聞的流水線作業法，不僅把工期壓縮到了極致，更是讓產量如同井噴一般成倍翻番。連那些做工的大房子都不叫工房，而是叫做車間。真有这麼神？要是把這套逆天的方法弄到咱們錦衣衛的兵工，這幫北原蠻子居然也開竅了。入主中原近100年，非要搞什麼退國還目，現在總算知道向咱們大漢民族偷師學習了。
这伙人的反應簡直太反常了。眼下大明和北元大軍正處於一點就炸的緊張局勢，這幫臥底最該刺探的明明是軍事布防，可那個女人竟然對工業園區那一套如此上心。除了北元的死機臥底，還有什麼人會對本縣軍事勢量如此死揪不放？甚至被發配去當苦力了，還要瘋狂考察官員政績。如果他們根本不是什麼北元探子，那就絕對是京城派來的奪命欽差。大人，那被扒光扔進大牢，拉去修了一整天馬路的，可是大明皇帝派來的秘密欽差呀！既然欽差大人這麼喜歡體驗底層疾苦，那你明天乾脆直接送他們去最不見天日的黑煤洋裡挖礦。他娘的！大清早用吹死人的唢呐叫人起床，這是碳基生物能幹出來的事兒嗎？唢呐這玩意兒能把人送上天，也能把人送進洞房。這種刺激的事情，你不是最有經驗嗎？妹子，你可別瞎說，咱這些年幹的破事兒，可全都是你親自點頭的，甚至還有幾個是你硬生生塞到咱被窩裡的。勞改犯88號，你說的這些可都是大明開國之後的風流軼事。想當年還沒打下江山的時候，你可是偷偷派徐達大將軍滿天下尋找你那個初戀情人劉台主家的四小姐。本以為讓徐達辦這事兒萬無一失，萬萬沒想到那個濃眉大眼的家伙轉頭就把咱給賣得底朝天。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確實沒找到，但開國之後，本宮也一直在暗中替你尋訪。前不久剛查到他們一家在寧波府落了腳，只可惜咱們現在被困在這雁門縣的監牢裡。妹子，別磨蹭了，趕緊滾去飯堂幹飯。劉凱這小子簡直是個連極品奸商看了都要跪下磕頭的超級大貪官，用一頓好飯不僅讓刁民死心塌地賣命，還要反過來對他感恩戴德。哼！要是當年負責修建中都的那些貪官污吏，能捨得讓底下的苦力吃上哪怕一口這樣的人飯，也絕對不會把老百姓逼得揭竿而起。老朱，你也太狠了吧！別說吃這麼逆天的山珍海味，就算每頓只給他們一碗餿粥加個白面饃饃，那幫窮國都絕對不會造反。下次絕對不許再拿這件事來舉例，尤其是用來抬高那個逆賊劉凱。只要在這個包間混上一頓，今天就能順理成章接下修路的美差，到時候定能查清你劉凱到底有沒有擁兵自重。你們幾個今天不用在這裡吃，去隔壁最高規格的飯廳。今天給你們準備的早飯，簡直比昨天那頓還要奢侈10倍。堂堂大明開國皇帝的御膳，竟然還比不上一個偏遠縣城勞改囚的伙食。按照劉凱絕對不幹虧本買賣的奸商性格，這頓極其豐盛的早飯咽下肚，今天一天要吃的苦頭絕對比昨天慘烈10倍。今天的任務，家伙還真敢來呀！他要是不來，那才是真的傻呢。可不是嘛，這可是咱們縣太爺專門為他準備的接風宴，不是下井挖礦就是拼死搬運。好你個劉大人，你要是真敢在這雁門縣私自開礦，朕絕對要誅你9族。88號囚犯，今日勞改地點夜營鎮大鐵山鐵礦。如果你劉凱真的想私自開礦造兵器蓄意謀反，為什麼偏偏要在考滿字屏上寫一封極其囂張的求死舉報信？
如果是朕處在你的位置，绝对只会老老實實寫一篇中規中矩的自評，既不求升遷，也不想被革職回家，唯有拼死連任，才能再次抠出3年的宝貴時間，暗中招兵买馬。刘愷，你到底在盘算什么？这本该是连傻子都懂的中庸求稳之道。你能在3年把雁门县砸成天府之国，絕對是曠世奇才。想當年咱揭竿而起，諸生死死叮囑我：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劉愷這麼高調求死，到底圖個什麼？88號，你們2個老東西是想故意拖延時間，還是盤算着掉队逃跑？老子警告你们，最好趕緊收起那些作死的歪書意。大人，自从猜到那一行人极有可能是京城来的夺命钦差，下官这心就跟在油锅裡煎一樣啊！巴不得這幫人就是如假包換的欽差，狠狠得罪透了，朱元璋那老小子才能趕緊下旨賜死我。他們到底是不是欽差，全都在本官的絕對掌控之中。本官今天讓他們往左，他們就絕對連右邊的門檻都摸不到。大人，您還沒說，咱們今天是先去看刺繡，還是先去鐵礦看男的挖礦啊？大人，第一站必定得去探探那女人的底細吧。那女人舉手投足透着世家底蘊，既然在女子工坊混得開，絕對會趁機瘋狂打聽情報啊！只要偷聽到她打聽的內容，不僅能戳破他們的偽裝，還能炸出致命秘密。至於那2個挖礦的男人，下井挖礦能把人逼瘋，晾到下午再去看戲最為致命。若是嬌生慣養的欽差，下午早就崩潰招供了。要是死咬牙關硬扛，那極有可能是北元派來的死士。就依你，去女子工坊。太原府、濟南府、開封府，竟然連登州和蘇州一帶都有。這些外地客商要的貨量大的嚇人，這是準備把全天下的生意都一口吞住嗎？馬大姐，你怎麼才來啊？大家伙可都在眼巴巴的等着你呢，快進來。這套集中生產的流水線確實厲害，但我真怕劉愷貪得無厭，仗着技術領先，硬生生把所有同行都逼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實不相瞞，我剛被抓進來的時候，也和您有着一模一樣的擔憂，後來才知道錯的有多離譜。劉大人從來就沒想過要把這天下的生意徹底做絕。此話怎講？他專門養了一批極其精幹的市場調研大隊。就拿這布匹來說，如果整個大明每年需要1萬匹，劉大人每年就死死卡住底線，只讓我們生產1500匹。用他老人家的原話來說，就是要給全天下的人留一口飯吃。看來這位劉大人不僅是個貪財卻為民的貪官，更是一位願意給別人留一口飯吃的罕見義商。但他這種強行限制產量的做法，就不怕徹底得罪那些遠道而來的客商？這才是劉大人真正恐怖的地方。我們的貨品質天下第一，根本不怕他們不來。自從定下限量供應的鐵律，客商非但不敢有怨言，反而天不亮就跑來死死搶佔名額，連半個銅板都不敢隨便壓價。要是敞開賣，供過於求，這極品好貨就會變得廉價，品質也會斷崖式下跌，到時候砸的可是金字招牌。看來劉大人不僅是一位義商，更是位心黑手狠卻有良心的極品奸商。確實有點良心，
但這良心僅僅只攻擊我們大明。此話怎講？這句話裡藏着什麼秘密？这些货看着确实不錯，但表面浮華，底紗虛浮，做成衣服絕對穿不了3年就得出大問題。大姐好眼力，這些專門賣給外邦的布料，表面光鮮，可一旦經過汗水腐蝕和風沙洗禮，頂多2年就會徹底報廢。反觀賣給大明的料子，不僅經久耐用，又說不僅經久耐用，就算大女兒穿完改小給小女兒，最後還能裁成嬰兒尿布繼續用。那些外邦人花真金白銀買回去的所謂特供，穿個2、3年就只能當抹布。這劉凱簡直是個雁過拔蹄的旷世奇才。荒誕！這老女人對本官這麼滿意，萬一回京給我說好話，老子費盡心機想被賜死的偉大計劃，豈不是要徹底翻車？大人，大人，這女人8成就是如假包換的朝廷女欽差啊！絕對不行，必須把這種該死的意外死死掐滅在搖籃裡。傳令兵，立刻快馬加鞭去礦山，讓那個88號勞改犯和他的同夥全部滾去兵工廠，讓他們把開採的鐵礦全部運過去，從此在那邊打雜。大人，說句以下犯上的話，您這就是在找死啊！這女人既然是欽差，下官懇請您趁早將他們一刀殺了了事。是。88號，不用挖了，上面有令，你帶着同夥把這批礦石運去兵工廠。以後不用回來，就在那邊打雜。兵工廠私造兵器，好你個劉凱，咱正愁找不到你謀反的鐵證。好嘞，官爺，我們這就去。乖乖。要是在泥土路上拉這麼重的鐵礦，骨頭早就散架了。要是能把大明所有官道都鋪成這種黑色大道，軍隊和糧草輜重的調線速度，起碼能翻好幾倍。哼，別做夢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怎麼就不可能了？這不就是黑椒油嗎？就算天然瀝青不夠鋪滿全國，鋪通南北要道，絕對綽綽有餘。天真，老劉，那你倒是给咱說說看，咱到底哪裡天真了？郭大人，你以為咱們腳下這條黑色大道，光靠點瀝青就能鋪出來？這其中的核心工程技術，除了咱們劉大人，全天下根本找不出第2個人會。行了行了，不就是把碎石子碾平，再浇上一層黑椒油吗？多大点功夫！这台战争機器全路運轉3年，大明江山必生大亂。停車例行檢查。伊万這種武裝到牙齒的精銳鐵騎，造反絕對是砍瓜切菜。愣着幹嘛？趕緊把礦石推到煉鐵爐那邊去。
只要在这儿試出你们的真實反應，就能徹底摸清底細。若真是欽差，本官定要保你們健健康康的上路。师傅，这铁水怎么直接连着炉子倒？这你就不懂了吧？刘大人教咱们这套绝活，叫连续炒钢法，让生铁液里的碳直接氧化变熟铁，不需要冷却再加热，直接量產金剛。加上刘大人設計的流水線，鐵礦石從那頭進，這頭出的直接是上等鋼材。娘的，老子獎勵你2耳巴子，你要不要？趕緊給老子滾！工部那幫飯桶，能想到水力鼓風，怎麼就沒人想出水力斷打？師傅，這絕妙的機器是誰發明的？還能是誰？這麼複雜巧妙的機械，必定是我們劉大人啊！看這架勢，這幫人絕逼是朝廷派來的欽差。鐵礦石卸完了，就開始內部轉運，趕緊把成品鐵送到甲胄生產車間去。製造兵甲的逆天工藝，若也是這妖孽的傑作，殺了他，工部那幫飯桶絕逼研究不出來。可若留着這私建兵工廠的亂臣賊子，咱這輩子都別想睡個安穩覺。到底為什麼寫信主動尋死？大家都給我聽好，咱們雁門兵工廠是最高軍事機密，你們能端上這個鐵飯碗，不僅得慶幸自己是雁門本地人。身為雁門子民，咱們心裡可以不給朱大帝留位置，但絕對不能沒有劉大人。反正在這兒也不用擔心有皇帝的耳目，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又怎麼了？好你個劉凱，老子不死你就不跪是吧？從明天開始，解除那3人的勞務。是。能不能讓老朱賜死我？接下來全靠你了，欽差大人。我他媽真的錯了，我就不該和你這半吊子酒量的人拼酒。陛下現在在雁門縣的身份是臨時參將郭將軍。堂堂大明開國皇帝被抓去當壯兵，連母後都沒能幸免。好你個劉凱，欺凌我父母至此！別去打擾大人，明天我們好好打，能為大人戰死沙場。是。打一巴掌給個甜棗，這他媽才是真正的劉主任。恐怖的動員力。東路大軍集結完畢，請大王下令。這防守布局，這恐怖軍備，這小子的指揮若真在自己之上，
調整射程，每门炮边3箱炮彈，死死盯住。弓弩床準備，每架10支火箭，箭頭兩邊給老子綁死火油彈。開棺列陣，如若有失，軍法無情。不要抬頭看，繼續向前衝！这算哪门子惨将？简直就是来看稀罕的。告訴东西二门的将軍，戰術隨便他們打，但有一條：敵軍攻城輜重進入射程，絕不允許開炮。大大方方放進來，等他們準備轟城，再用火油踏着箭，給我徹底燒絕！傳令。這私造的大炮，就是你拼命抓探子的原因。好一個梟雄！连皇帝老子都不配聽這帝王之道，也有他的道理。咱不配，難道你配？還別說，這老小子真特麼有點本事，跟朱元璋混過的人就是不一樣，心眼子簡直比臭水溝還要髒。打仗打的就是後勤，人吃馬咬。徐大帥的糧草醫藥，哪怕拼上老命，也必須全盤保障，必須順勢而為。還愣着做什麼？還不趕緊去換衣服！你作為陛下的腦殘粉，接聖旨該比本官還積極才對。處在這裡好大一坨，活脫脫像個傻大個。大人息怒，這就換，這就去。腦殘粉，傻大個，咱堂堂天子，他哪怕哪天被咱砍了腦袋，也絕對是被你這慈母給慣出來的。雁門縣上以文官身份強行插手軍權，本屬死罪。然懂得用軍師身份做偽裝，保全朝廷顏面，免其以見，首戰大捷，功大於過。又是來問本官是不是找死的，對吧？那我說，我就是想找死，你信嗎？
你想在石牆迷宮陣阻擊他們，同時為了不毀壞仙人留下的陣法，所以堅決不用大炮，對吧？你竟然讓咱去當传令兵，有何不可吗？传令兵不在，将帅以下，任何人都是传令兵。好嘞，雪缺是吧？明天我俩绝不含糊。这两口子还真有意思。这老郭一身腱子肉，在老婆面前算是白练了。这种乾坤在撞的极度自负，绝非鲁莽，而是基于绝对实力的精准算计。三公强弩，给咱！别放箭，让他们把中门大开的消息带回去。最大射程80斤万人敌，准备！兵工厂里那个未曾谋面的恐怖杀气，他们提前发起冲锋了！超远投石匹继续抛投，射程1000到1300步，绝不能砸中石墙阵。既然李将军说空中火海阵能多灭敌人2成骑兵，这明明是在救城外近战弟兄们的命。我想知道你为何不愿意提前使用。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绝相，绝容不下任何敷衍。二愣子，你他娘的后脚别发抖，连累了旁边的兄弟，大家全得完蛋！上手撑盾护脸，下手死死顶住握把，前脚顶盾，后脚伸直，只有这样，你小子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大姐，杀敌4万，咱们的伤亡不到300。我警告你们，谁要是敢丢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阵法，就别认我这个主帅。动作都给我快点儿！武器箱上的图文标示，看清楚再放。拦截巨剑绝对不能放在3件槽的弓弩后边。这严密的后勤规矩，上尉，老兵闹事。走，带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朝廷主力大军魏国公徐达部终于赶到。这本就是小爷我早就盘算好的结局。这绝对是个天大的惊吓！
前2年咱们把賺的銀子全砸進了基建，交的稅只能算個中游。可今年咱們的布匹、鐵礦還有糧食，簡直是碾壓式的暴利。下官敢拿腦袋擔保，今年咱們拉去京城的錢糧，絕對能讓皇上驚掉下巴。再加上你這次守城的蓋世奇功，只要皇上還算個明君，絕對要立刻召你入京，封侯拜相。人家包大人是3年不拿1塊硯台，你可是要在雁門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哈哈哈哈。胡相，你說徐達真能找到傳國玉璽？你他娘的该不会說的是你吧？今日敢不保他大好前程，我便當場自盡。陛下，您是就這麼擺駕，還是微服出巡？微服！你抖什麼？咱就這麼可怕，還不快去準備！妹子，如果只是你一個人在雁門縣稱王稱霸，咱就算閉着眼睛也絕不會輸。可現在你要是和王寶把攪和在一起，那你背後的籌碼就不光是雁門縣，更是整個漠北大草原。咱是個有腦子的賭徒，絕不可能拿大明的江山陪你豪賭。崇霸，你的意思就是我沒腦子嘍？臣胡惟庸叩見陛下。除農稅之外，他名下的所有稅收均為第2名的10倍以上。2位钦差瞪大眼睛看清楚，這可是太原府戰備與汴縣糧倉分布圖。請。咱们柳大人可是堂堂正4品大员，凭什麼對這2個7品芝麻官卑躬屈膝？這有什麼稀奇？咱們雁門的劉大人不也是7品？柳大人見了他，還不得乖乖哄着？萬歲！萬萬歲！萬萬歲！你看，這陣仗，難道是縣太爺要帶頭畫集體像？混賬東西！老子現在就要摘了你劉凱的腦袋！不，老子要活剮了你250刀！哪怕你找回了傳國玉璽又怎樣？就憑你敢提這2個大逆不道的混賬條件，老子今天說什麼也要把你生吞活剝！臣
刘愷接旨。哼。舍不得宰相之位，还想白嫖咱们刘大人的兵工技术？回去转告皇帝，只要他不封宰相，咱们刘大人就算一把火烧了兵工厂，也绝不给他留一片废铁。哼，不过咱们刘大人侠肝义胆。北境边军的订单可以按成本价接，这全是为了给前线将士面子，跟他皇帝老儿，呸，没有半毛钱关系。慌什么？刘愷交接兵工技術時，有沒有為難工部的人？糟了，那些被供出來的文官坐慢馬車還在吃土，我輕裝快馬，偏偏成了第一個告御狀的冤大頭，簡直豈有此理！7月初從雁門出發，現在都9月過半了，就算是頭驢也該走到寧波了。老子是讓他去走馬上任的，不是讓他去遊山玩水的。父皇息怒，劉大人他或許只是旅途勞備，耽擱了些時日。想惹朱元璋不痛快，這不就是送上門的人頭嗎？朱桓收買你不得，就派人滅口，你是在逃命對吧？想惹朱元璋不痛快，這不就是送上門的人頭嗎？朱桓收買你不得，就派人滅口，你是在逃命對吧？你怎麼知道？寧波府官民接旨。我現在去見陛下，你立刻拿着信去找皇後娘娘。屬下遵命。切記，一定是我快走，你慢跑，務必在我見到陛下之前，把信送到皇後手裡。呵呵，他劉愷好大的膽子，竟然敢在咱皇兄50大勝之日，在菜市口公審朱桓。好，那咱們就親自過去陪他審。看看究竟是他劉愷有罪，還是咱的御賜皇兒有罪？要不是你護短，那皇親國戚早死100回了。敢問陛下，這次咱們是擺駕寧波，還是繼續微服私訪？就去寧波吧，咱們微服私訪，但必須先派幾個能壓得住場子的人去，絕不能讓劉愷胡來。老哥，這城裡怎麼亂哄哄的？出什麼大事了？明天公審那對皇親國戚父子，這事兒早就傳瘋了。這種看着漂亮姑娘說青梅竹馬的兵法，簡直俗不可耐。想當年，老子就是用這套騙到他娘的。劉大人，我這護衛臉上莫非長了花？你這眼神怕是看破了什麼吧？哼！剛才讓梅朵羅馬幫忙，聽人家唱完天籟之音，就一句話把人結結實實的氣走。現在這家伙又想幹嘛？劉大人，你這般盯着我，究竟意欲何為？今天早上要辦這麼大的皇室鐵案，他們3個竟然敢一起去鬼混。徐達和王寶寶這2個不近女色的家伙，一遇上劉愷，清高全成了放屁。驗明正身，驗明正身，驗明正身！老天爺！竟然真的敢拿皇親國戚開刀，真是他們父子倆！你們是沒親眼看見這新來的劉大人有多虎，靠岸就暴揍皇侄，上岸就缉拿皇兄，甚至還直接查抄陛下御賜的朱府。這倆畜生曾經有多奢侈驕控，現在就有多落魄，簡直活該！朱桓父子幹盡傷天害理之勾當，今日哪怕是聖旨在此，本官也要替天行道。
這老實本分的父子倆竟敢如此作惡，若让咱来判，也絕對是死罪。但你刘愷竟敢当众无视圣旨，比这两人渣更可恨。你竟敢当众说出这等忤逆之言，朕绝不饶你！刘大人糊涂啊！竟敢当众宣称轻判甚至奖励贪官是因为父皇有错在先，单凭这一条，就是大逆不道。拉着他干嘛？让他继续给老子说呀！老子……刘大人这次搞出的动静，不论怎么看都不可能有活路。不过，若是落到胡惟庸手里，那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老爺，上次你臨走前可是巴不得他把寧波府衙建得比雁門下屬還要好。上次來的是皇帝，這次來的是郭老爺，能是一回事嗎？當一天道士打一天太極，既然朱元璋答應了我的全部條件，我就得把這10個縣徹底翻新。老子不僅要好好幹，還得想方設法讓朱元璋刺死我。哼！作為加起來活了好幾百年的老前輩，教你這個大齡小屁孩怎麼做人，絕對有資格。不把小屁孩教育好，長大可得挨社會的毒打。郭老爺，你說是吧？郭老爺，我作為長輩，教他做人，那是天經地義。你且隨我來，看看這寧波府的規矩。劉大人怎麼收了這麼大歲數的徒弟？這老頭看着比他爹還老啊！逆徒，還不隨為師登船？這老頭都能咬牙切齒成這樣，像極餵不熟的狼崽子。就是你家狼崽子年齡這麼大呀！大齡逆徒是吧？為師這就給你準備一份大禮。今晚這戰術，咱們可得好好深入探討一番啊！這二人，一個是江洋大盜，一個是採花賊。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今天第一課，我們來討論如何攻打應天皇宮。大明開國皇帝和錦衣衛頭子，居然坐在這兒聽別人教怎麼攻打自己的老巢，這要是傳回朝堂，滿朝文武恐怕得笑掉大牙。老夫對付你這種刺頭早有準備，這斤秘製飛魚罐頭就當做給郭老爺的特殊獎勵。哎，這麼呀？這兩個旁聽生吐得雙腿發軟了，居然還不安分。想不到在這兩人身上竟能隱隱看出一抹極其罕見的將帥氣場。這郭老爺絕不是一般人。內行人一眼就能看穿，這絕對是直奔京城的加急信旨。劉大人又背着我搞出驚天大行作了。我這個頂頭上官向來不按套路出牌，每次先斬後奏都讓人肝膽俱裂。不用走。這混賬寫的每一個字，絕對比平時說話還要氣人。陛下這平靜偽裝下，絕對醞釀着一場血雨腥風。咱今天就給你量身定制一套折磨人的極品差事。劉大人平時行事太過氣人，確實該讓他吃點苦頭長長記性。父皇親自下場報復，總好過直接派人砍他的腦袋。咱本意是為報恩，才對天下佛門百般優待，結果這幫和尚卻把咱的臉皮扒下來踩進泥裡。直到這一刻，咱才幡然醒悟，
真正替大明王朝辦實事的人，竟然是這個好幾次氣得咱想親自拔刀剁碎的混賬。全围的水泄不通干嘛？挡住空气流通，只会让老和尚死得更透快些。给我杀！悬崖勒马，这小子总算是知道送投名状。看来这个杨宪还是有些本事的。为兄啊，中书省政務繁忙，咱就不留你了。臣告退。刘愷那份奏书裡的3条国策，简直就是把全天下士大夫的祖墳给刨個底朝天。一旦公之於眾，滿朝文武必然集體逼宮。陛下看過這等大逆不道的折子，怎麼還能笑得出來？為何不當場翻臉，將他碎屍萬段？重八，劉愷惹出這等翻天覆地的禍滿，你當真要殺他平息眾怒？你瞎想什麼呢？咱就是殺盡天下臣工，也絕對要保他全身而退。既然如此，那你就親自去趟魏國公府，只要徐達這位天下兵馬大元帥點頭，劉愷的命就保得不住。哎呀，妹子，劉愷提議的新政一旦落地，天德手底下的農場不僅要交稅，甚至還得大出血，換誰能輕易答應？天德，兵貴神速，王寶娥都吃了一半，你還不趕緊動筷子？哼哼，陛下不把話挑明，臣這口肉咽不下去。哎呀，這在咱們自家兄弟院裡叫什麼陛下，叫重八哥。這奏招裡根本沒有半句知乎者也，全是通俗易懂的殺招。難怪皇帝陛下要低聲下氣的登門拜訪，全是為了逼父親站隊支持劉大人。為了推行這3條國策，他完全連命都不要了。如此狂妄又極具實幹之才的行事作風，簡直聞所未聞。難怪皇帝不僅不會殺他，甚至還得被迫屈從於他的瘋狂計劃。這個常駐寧波府的暗樁突然現身，絕對是劉愷那狂徒又搞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動作了。快說，劉愷這小子又給咱惹出什麼亂子？陛下，3天前，寧波府衙門不僅擴建完工，還明目張膽掛上了寧波特別行政府的門匾。更可怕的是，門匾下竟然蓋着陛下的玺印。陛下，這是您親賜的嗎？這混賬自己搞出來的名堂，竟敢拿咱的玺印作假！百官大朝，皇帝擺駕殿前大廣場。這幫死抱舊制、拼命剝削百姓的文武百官，簡直就是大明的毒瘤。這些信誓旦旦要兩肋插刀的同僚，全是一幫成精的牆頭草，老夫竟成了唯一的出頭鳥。光看這違建的門檻和奢華程度，就知道劉大人在這地方到底撈了多少真金白銀。只要茶水費給足，他就是活菩薩。劉大人，您穿這身接旨，恐怕不合規矩吧？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明天正午，咱們劉大人將在寧波大酒樓1樓大廳公開會見倭族利益滿將軍。如此囂張，他這是要當眾通敵，快傳信回京。這幫隱匿的皇家鷹犬，
就是我给陛下送大禮的信鴿。為了報答陛下的不殺之恩，這大宗貿易我非得大張旗鼓的搞不可。如果初犯就要人家的命，會顯得我們太不近人情。你覺得本將軍說的在理否？但憑將軍做主。足利將軍，本將軍一視同仁，你們可是有目共睹。念你们初來乍到，本將軍甚至還替你們求情。把這人抓起來，哪只手摸的砍哪只手，立刻當場施以太監刑罰，隨後必須現場寫下認罪狀。這算什麼東西？能給咱們劉大人牽馬，那是他們祖上積德。这刘大人下手也太黑，简直是大魚小蝦一網打盡，連渣都不剩。他一邊幫倭國北朝打南朝，一邊又幫南朝打北朝，這到底圖什麼？為了錢，竟然出兵打自己人！我死死盯住他與南朝的談判現場，你快馬加鞭，把這種瘋狂舉動火速上報京城。妹子，这可不是你的前皇宮，咱好歹是皇帝，咱可是要面子的人。陛下，刘大人的亲笔奏书送達，胡相特意交代，事關劉大人，必須直送御書房。凭什么回回都是咱来写借条？怎么就不写一次？哼！更可气的是，賺了錢根本沒咱的份兒。還完戶部的賬，剩下的金銀財寶全跑進你的私房小金庫，咱在外面受盡嫌棄，到頭來全是白忙活。好不容易出宮散個心，連請老兄弟們吃頓飯的錢都掏不出，實在丟人。僅僅過了一段時日，曾經拿着墨斗皮尺的荒野，竟然直接拔地起壕樓。不僅是這個小小的落差，整條街道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這竟和雁門縣一模一樣，沿街靠水而建的房屋，更是被翻修得煥然一新。劉大人，請賜教，賜教。這小子到底在搞什麼鬼名堂？寧波府，史福德老下橫轉的聖主篇，在倭國使者和你們眼裡，開採金銀礦和出兵打仗完全是兩碼事，但在我看來，這就是一門天衣無縫的連環暴利生意。那就是先幫他們打仗，隨後直接霸佔他們的金銀礦脈。你能幫上這個忙，老爺，就算你給當今盛害當過千兵，也不能在這兒滿嘴跑車，准兩位大元帥和藍玉將軍的甲，這可是連皇帝都不敢輕易拍板的天大事情。一天天不知道跟誰鬼混，毛強，趕緊把老爺弄走，別在這兒丟人現眼。幹什麼？走！皇后娘娘不在場，這絕對是她老人家親自下廚的絕命催命爐。自從上次吃虧上當，我可太清楚這盤燒鵝的致命含金量。這代表着不是要我們去九死一生，就是要去幹掉腦袋的要命差帶。老相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何要放棄搞死劉凱的絕佳機會？這可是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怎麼能說放就放？哼哼哼！你能幫上這個人，
刘凱太清楚陛下那點小心思，陛下無非就是看劉凱裝太久的逼，自己也想硬一回。可這朱元璋生硬的炫耀，簡直就是把自己的真實身份按在地上摩擦。跟上！皇帝要他考核，偏偏是皇帝在接受他的考核。可再這麼折騰下去，咱的耐心就要徹底耗盡了。那你倒是說說看，到底誰去最合適？启奏陛下，臣以為寧波府知府劉凱最為合適。讓他去赈災能成嗎？這人行事簡直就像個瘋子，他可是個富可敵國的絕世大貪官啊！都小點聲，他可是陛下唯一默許的敛財機器。咱堂堂大明皇帝窮得掉渣，不敢找户部要錢，只能找自家妹子貼了比國庫還狠的高利貸。梅城，崇爸，你千萬別衝動，你都在他手裡吃過多少次暗虧了。真是邪了門兒！咱在皇宮裡杀伐果斷，怎麼一靠近他就變成點火就着的炮仗？